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在内容更迭以秒为计算单位的短剧赛道，所谓的顶流往往各领风骚3-5天。然而2026年的春天，短剧界却见证了一场罕见的持续性统治。演员刘宇航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以4部题材大相径庭的王牌作品接连空降各大榜单，从都市群像、豪门权谋、先婚后、爱一路杀到海边救赎，不仅创下了单剧破20亿的现象级播放神话，更凭借多面立体的演技质感，将劳模2字从单纯的产量标签硬生生拔高到了行业工业化标杆的高度。短剧市场长期以来充斥着粗暴的打脸、狗血的复仇以及高度同质化的爽感套路，观众在经历长期的感官轰炸后，审美疲劳已成必然。2026年情人节，昼以继夜在红果平台的横空出世，精准踩中了观众对高品质现实质感的渴望。首日热度破亿，横扫各大榜单 Top 1，上线5天突破10亿，最终斩获超20亿播放量。这一连串堪称恐怖的数据背后，是该剧对传统短剧叙事结构的大胆重构。昼以继夜之所以被全网冠以短剧版欢乐颂加30而已的美誉，在于它摒弃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将镜头对准了都市丛林中挣扎求生的3位女性温夏、叶星辰与沈念和。剧作没有将女性困境简化为争风吃醋或依附豪门，而是深刻剖析了欲望、生存底线与人性尊严之间的剧烈博弈。在这一宏大的群像架构中，刘宇航饰演的精英律师裴怀成为了整部剧的关键锚点。精英人设在传统短剧终极一滑向油腻或悬浮，但刘宇航的处理展现出了极高的克制与层次。面对职场法则时，他冷静、理性，甚至带着一丝洞悉世事的凉薄。而当他与翟依莹饰演的落魄千金叶星辰产生交集时，那种在职业道德底线与个人情感涌动之间的拉扯，被他具象化为细微的眼神停顿、紧绷的下颌线以及克制的手势。裴怀与叶星辰的关系绝非低端的英雄救美，而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心智博弈与精神共生。从最初带有戒备的相互试探，到利益捆绑下的暗流涌动，再到看透彼此伤痕后的并肩而立，刘宇航赋予了裴怀一种罕见的定海神针般的沉稳气质。这种表演质感成功打破了短剧快节奏剪辑下的漂浮感，让287万的收藏与565万的点赞不再只是冰冷的流量，而是沉淀为了实打实的角色口碑。在影视工业中，演员之间的 CP 感往往被视为一门难以捉摸的玄学。有些搭档即便剧本写进浪漫桥段，同框时依然如同陌生人，而刘宇航与翟依莹的组合却在初次尝鲜的初露锋芒之后，于昼以继夜中爆发出了近乎绝对的吸引力，被观众一致封为短剧圈的玄学 CP 天花板。这种强烈的化学反应首先源于视觉维度的天然契合，两人之间醒目的身高差构建了极具张力的视觉框架，男性的冷峻挺拔与女性的坚韧灵动在同框时自然形成了一种保护与抗衡并存的立场。但更深层的动人之处在于两人在表演节奏上的高度同频。短剧的表演往往要求在极短的画幅与时间内传递最高浓度的情绪。翟依莹饰演的叶星辰自带一股不服输的清冷与倔强，如同带刺的玫瑰，而刘宇航的裴怀则如深潭止水，表面波澜不惊，内里暗潮汹涌。两人在剧中的多场对手戏堪称微表情教学。办公桌前看似公事公办的条款交涉，视线在交错瞬间的轻微回避，雨夜车厢内狭窄空间里的呼吸交错，欲言又止的克制与隐忍，危机来临时无需多言的并肩回击。
他们之间没有廉价的工业糖精，每一个心动瞬间都是角色在经历现实重压后的本能取暖。剧外花絮中自然流露的默契与松弛感，更进一步反哺了剧集角色的可信度。这种从外形契合延伸至演技互搏的深度共振，证明了优质 CP 感的内核永远是演员对角色关系的精准理解与无私托举。如果说《昼以继夜》是刘宇航演技与口碑的高光时刻，那么紧随其后在3月下旬连轴上线的《迅野2》与《迅野3》，则将短剧行业在高强度产出下的机遇与阵痛展现得淋漓尽致。迅野第一部凭借维谷科进纪恋与豪门权谋的极致张力，积攒了庞大的受众底盘。作为新角色加入的刘宇航，在续作中饰演苏明一角，并与刘希宇搭档展开了一段充满试探与防备的姐弟线。在3月20日《迅野2》上线后，剧方在短短9天后的3月29日便火速推出《迅野3》，猫眼热度一度飙升至6057.65的历史高位，创下了短剧续作更新间隔的最短纪录之一。然而，流量的狂欢并未掩盖内容层面的裂痕。迅野续作的口碑迅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从表演层面而言，刘宇航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苏明这一角色的复杂性。面对豪门联姻漩涡与复杂的家族隐秘，他精准呈现了角色在被动卷入与主动出击之间的摇摆。但续作剧本在叙事上的碎片化与为了反转而反转的桥段设计，不可避免地让角色的行动动机显得单薄。这一现象也为狂热的短剧市场敲响了警钟。即使拥有顶级演员的演技加持与成熟的 IP 光环，倘若丧失了扎实的剧本打磨与合理的叙事留白，快速收割流量的代价往往是对 IP 生命力与演员口碑的双重透支。走过迅野的争议风波，刘宇航在4月份迎来了更为彻底的个人戏路大爆发。4月1日上线的《人前不熟，人后成瘾》与4月5日凌晨上线的《潮起时相拥》，以完全相反的两种风格基调，向行业展示了他对角色极宽的驾驭光谱。在与关心搭档的《人前不熟，人后成瘾》中，刘宇航饰演了京圈太子爷秦宇赫。这个看似落入先婚后爱俗套的甜宠题材，因其创新的双面人设立，因而迅速引爆。开播首日热度冲至6758万，随后攀升至7743万，稳居热播榜前列。这种在极冷与极热之间的无缝切换，被他处理得自然流畅且充满喜剧节奏感，完全摆脱了刻板霸总的僵硬与油腻。观众在弹幕中热议的心理委员不用来了，正是对其精准把握观众情感爽点的高度认可。如果说人前不熟是一剂轻松愉悦的甜点，那么与张珊搭档的潮起时相拥则是一杯浓烈且带有苦涩回甘的原浆。开播前超85万的预约量，直接拉满了市场期待值。在这部主打成年人治愈与极限拉扯的作品中，刘宇航彻底颠覆了以往西装革履的精英外形，化身为海边小城的民宿老板藏燕。粗粝的外表，痞帅的气质，叼着烟修理管道时的漫不经心，与面对隐藏抑郁的豪门千金苏欧时眼底泛起的怜惜与痛楚，构成了极具视听冲击力的情绪张力。海边日出下的无声相拥，面对现实困境时的当众守护，刘宇航在剧中的几场重头哭戏，没有采用歇斯底里的宣泄，而是通过眼眶泛红、声线颤抖以及强行压抑的呼吸，将一个背负伤痕的男人的深情与脆弱刻画得入木三分，被剧迷奉为短剧领域的氛围感与演技天花板。纵观2026年春季档的短剧版图，刘宇航的爆发绝非偶然的运气使然。
而是个人专业素养与短剧精品化浪潮深度契合的必然产物。在他的身上，清晰地折射出了当代短剧头部演员破局而出的3大核心逻辑。在短短2个月内密集上线4部剧集，意味着极高密度的拍摄周期与极短的换组调整时间。从裴怀的冷峻理性、苏明的隐忍权谋，到秦宇赫的极致反差，再到藏燕的糙汉深情，刘宇航在短时间内完成了4种完全不同的体态、语速与眼神重塑。这种千人千面的专业交付能力，打破了短剧演员容易陷入同质化套路的宿命。无论是与翟一营的势均力敌与灵魂共生，与关心的欢喜冤家与反差甜宠，还是与张山的海边救赎与宿命拉扯，刘宇航展现出了一种罕见的托底型演技。他不仅能放大自身的角色魅力，更能精准接住对手演员的情绪抛接，为整部剧的戏剧张力提供稳定的支点。从20亿现象级的昼以继夜到主打电影质感的潮起时相拥，刘宇航所选择的作品正在逐步脱离传统短剧对低级反转与情绪发泄的单一依赖，转向更复杂的剧作结构、更深沉的人性探讨与更考究的镜头美学。这种对剧本质感的高要求，正在反向推动短剧赛道向着更高水准的专业化与影视化迈进。2026年的这个春天，刘宇航用4部答卷在短剧赛道上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不仅是一个演员个人的高光时刻，更向整个行业证明，在以快打慢的微短剧时代，唯有真正沉下心雕琢表演，以真诚与实力对待角色的演员，才能在浪潮退去之后依然稳坐潮头。对于刘宇航在2026年开年上线的这4部作品，你被哪一部彻底圈粉了？在你心中，他是和翟一营的玄学组合最让你念念不忘，还是潮起时相拥里的痞帅深情老板藏燕更戳中你的心？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追剧感受与观点，和大家一起深入交流。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如果你喜欢本期深度解析，请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未来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更多独到、专业的影视剧深度盘点与幕后解析。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